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及时的收看我节目，跟上节奏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是赚到钱了。咱们先来看一下以太坊啊，以太坊这几天的表现可谓是非常的亮眼，最高涨到了$1631啊，而比特币也在受到了以太坊狂暴上涨的影响下，也从跟涨变为了领涨。目前呢，一下子涨到了有23000多吧，接近24000了啊。那这波涨幅呢，也是令面具人挺震惊的啊！拉盘的力度这么高，我之前保守一点看，以太坊是1500，比特币是23000，没想到呢，以太坊涨到了1600多，比特币涨到了将近24000啊！目前来看，这个涨势真的是超预期了啊！那至于这两个币，包括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为什么会涨得这么猛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所谓的 CPI 见顶的说法。还有说什么加息快到尾声的说法，那这两个关键点啊，我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说过了啊，大家可以回去回顾一下。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太坊2.0又放出了升级的消息了啊，说确定于今年9月份就开始合并升级了。当然了，这也只是个说法啊。以太坊升级跳票打脸了多少次，已经是数不清了。我们可以把这种操作作为一个消息面的炒作技巧来看就行了。今天呀，咱们主要就来说一说以太坊2.0升级的利与弊啊，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啊？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仍然会分析一下行情以及链上数据和我的操作思路的。那好，别忘了点赞、订阅小铃铛啊！看一下，你们检查一下啊，屏幕下方的这个点赞、订阅小铃铛，你没打开的话，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发财的这些节奏点啊，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坑了、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当然了，也有时候我会忘掉，那就是没有数字啊。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那说起以太坊2.0呀，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呀。首先，矿工们肯定是不喜欢以太坊2.0的这个升级的。其实，以太坊2.0的本质就是把矿工挖矿的被动收益转成网络质押本金产生利息的这种玩法了，淘汰掉所谓的矿机挖矿、显卡挖矿。那如果把矿机、显卡挖矿这些东西淘汰掉的话，只是质押本金拿利息的话，就很类似于现在传统的什么 DeFi 呀、Cake 之类的。所以呢，以太坊升级2.0的话，矿工们花钱买的矿机，那个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嘛。他们只能被迫去挖别的币了。那以太坊现在挖矿，其实80%、90%的电费成本呀、显卡成本呀，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这个电费成本啊。占到它挖矿成本的80%、90%了，再下来就是前期买显卡、买矿机的这个成本。其实你一个月挖1000块钱以太坊，800、900块钱都是要把电费交给电力公司的。所以呢，以太坊升级2.0以后呀，很多电力公司也会不爽。什么节能减排呀，那只是口号啊，钱才是最重要的。那既然大家都不满意以太坊2.0的升级，为什么以太坊基金会还要执意把以太坊升级到2.0呢？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矿工们长期挖矿耗损的这个电费以及挖矿的产出对以太坊的币价是不利的、没好处的。而且呢，挖矿的前期投资也比较大，要花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去买显卡矿机。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电费的成本、矿机的成本的这些钱运用到以太坊社区，那这些钱就会对币价有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对呀，这个话听着好像有道理，没毛病。你们看啊，你传统挖以太坊，你需要花几万块钱买显卡，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啊，视你的规模而定。然后呢，每个月还要交电费。
才能产生被动收益，才能挖出来矿。可是以太坊现在转为 POS 了以后，转为2.0了以后，你就不用再花钱买显卡了，你也不用交电费了，你直接可以把买显卡的钱、交电费的钱，把这些钱省下来，买成以太坊，直接用本金质押就行了嘛。大家把买显卡的钱都用来买以太坊去质押了，那这以太坊还不得大涨呀？哎，是呀，挺有道理的，挺划算的啊。市面上买显卡、交电费，这都是几千万、几十亿的规模呀，对不对？那这些钱都流入到以太坊了，肯定是好事儿，绝对对币价有好处。可是大家记住了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面具人，我觉得以太坊2.0的升级是短期利好，长期利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为啥？你们仔细听好了，因为一旦以太坊升级了2.0以后，它就缺失了价值锚，并且会变得更加中心化。有没有人没听懂啊？为啥会失去价值锚？为啥会变得更加中心化啊？好，你们来听我给大家分析啊。以太坊的价值底线很大程度都取决于显卡矿机的成本和电费的成本，也就是说，以太坊的底价是由显卡矿机电费给托底的。就算这一次整个市场的熊市都破了上一次的记录了，大家仔细观察啊，跌得这么猛了，但是以太坊仍然没有跌过所谓的关机价啊，为啥？就是因为有这些显卡矿机成本、电费的成本在托底儿。但是你们想一下啊，以太坊如果没有了显卡矿机电费托底儿的话，大家都拿本金去质押嘛，大家还都是产生被动收益，都是一样的挖提卖。你别说挖矿是挖提卖，那你质押本金去挖出来的钱不也是挖提卖吗？对不对？但是你质押本金挖出来的这个利息，可不用考虑成本了，卖多少钱都行，是吧？其实以太坊2.0这么样一搞的话，就会跟那个 PancakeSwap 一样了啊，质押 DeFi 把本金压进去，流动性挖矿，然后呢拿一个高利息。那既然这样的话，前者是有显卡矿机电费给托底儿，去锚定它一定的价值的，那后者呢？就纯粹的是本金拿利息，那至于这个利息，人家想卖多钱、卖贵、卖低，都是人家自己决定的，而且呢，没有一个托底儿的东西。那么各位，你们仔细想一下，以太坊1.0和2.0哪个价位会更稳定？我相信你们心里面应该有数了吧？诚然，一旦升级2.0了以后，会导致很多人不买矿机了，不交电费了，直接把本金压进去，然后拿高息。之后呢？然后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咱们看一下所谓的 DeFi 项目啊，什么 Cake 呀之类的，他们最后的下场是怎么样的？而且你想一下啊，以太坊一旦转为了 POS，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会越来越中心化。为啥？因为以太坊的定价权会越来越集中到所谓的以太坊基金会、以太坊项目方。他们项目方是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呀、质押规则呀来控制以太坊的价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调整利率呀、操纵规则呀？操纵了规则了以后，谁会获利呢？当然是庄家了呀，对不对？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毋庸置疑吧？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认为对的请留言打1，认为不对的请留言打2啊。其实这个以太坊转为2.0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你们想一想啊，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以太坊转变为2.0了以后，就相当于变相的剥夺了散户们的一部分的定价权。这么样一听，感觉好像以太坊转变为2.0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啊。那为什么以太坊项目方还要执意坚持转2.0呢？为啥？很简单呀，利益啊！你们看嘛，显卡、矿机、电费这些可都是大蛋糕呀！而且这些所谓的显卡、矿机、电费的钱一旦流入以太坊了，那以太坊基金会、以太坊项目方他们是控制着巨量、天量的以太坊啊！一旦这些钱流入进来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大量的把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电子货币给变现啊？
这么多的钱全部涌到以太坊啊，然后再给变现。其实以太坊转2.0就是短期利好，确实是能把显卡、矿机、电费的资金给抢夺过来，但是长期呢？长期不就还是跟那些什么 Pancake Swap 一样，还有很多 DeFi 项目的玩法是一样的啊，挖提卖，挖提卖，对吧？啊，随着质押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产出的利息、产出的币越来越多啊，新人没有进场的话，新鲜血液跟不上的话，那你挖出来的矿也会越来越不值钱嘛，甚至连本金它的价值也会受到质疑。为啥？因为你的本金产出来的这个东西已经脱毛了，没有毛了，没有显卡，没有矿机，没有电费给你垫底儿了啊！哼，大家卖的时候只用考虑，哎，想卖多少钱就行了，不用考虑啊，我现在这个币卖了，我显卡的钱，我电费的钱能不能回来了？不用考虑了，是不是？挖提卖的下场是什么？不言而喻。也有人说啊，这么一个说法，以太坊转为2.0了以后。会类似于国家金融一样，大家成立什么道组织呀，大家用这个币呀，干什么都行呀，就跟那个央行一样存钱拿利息。但是面具人，我想说，人家国家能动用的手段太多了，什么加息、减息呀，房地产呀、股市呀、政策呀，还有那些法律呀、就业呀、物价呀等等等等，这都是国家控制自己货币的有力手段。但是你以太坊有那么强吗？你有那么多的手段吗？对不对？所以以太坊转2.0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利与弊，究竟是利大一点呢，还是弊大一点呢？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市场行情啊。目前市面上的贪婪恐慌指数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暖，从10几个点一下回暖到了30几个点。这个回暖幅度可谓是非常的大，而且呢，链上数据也显示了，目前呀，比特币的冷钱包的创建速度和高频小额的从交易所转出的订单都在增大。那么这种数据也就意味着散户们的热情被炒作起来了，散户们都在进场，而且呢，把币从交易所提出来了，打算长拿了，散户们都在加仓。看起来是好事儿，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下，逆向思维一下？那就是，散户们都进场 FOMO 了，买了，是不是庄家们这次拉盘的目的就达到了？散户们纷纷激情的进场了，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27号万一加息75个点呢？万一再加息100个点呢？结合我之前提醒过你们的27号加息75个点，或者是100个点。那大概率会造成一定的砸盘动荡的，对不对？因为息一旦加下来了，那真的就是刀子割下来，真的就是钱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接下来的行情是越接近27号，加仓的风险就会更大。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庄家们还会继续拉，所以呢，现在你做多做空。风险都非常大，因为现在是个波动行情，明白了没？你买现货的话是可以回头的，你做合约的话，一旦爆了，你就是硬亏，是不是？很多新手小白喜欢被某些博主忽悠一下，或者带单的，看500%、800%的利润买一买，好像自己也能赚个8倍、10倍我告诉你，新手小白买上几次合约以后就开始恶心合约了，就不会再玩了。明白了吧？害怕了。我建议大家这几天你们看嘛，尤其是你们打开了点赞、订阅、小铃铛的，每一期都不落的，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吃到了这几天拉盘的利润了。所以呢，这钱赚的差不多了就行了。接下来的操作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空仓或者是娱乐性的操作因为接下来的行情，你看嘛，距离加息也就剩个5、6天、6、7天的时间了。在接下来这几天呢，庄家们是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操作的，但是这种极端是向上极端还是向下极端，非常难判断了你现货想搏一下，我觉得没问题，可以因为
整体的大趋势啊，过了这一次的加息巅峰了以后，哎，是会回暖的。你就算现在买进去了，你被套了一些，无非就是时间问题，能涨回来啊。但是你自己能接受这个结果也可以啊。那至于前几天都跟上我节奏的赚够钱了的，那就把钱先冷静一下，对不对啊？赚钱永远不要觉得啊，好像今天不赚钱，你明天就要死了一样。如果真的是这，你还不如去打工上班呢，每天有稳定的收入嘛，是不是？币圈它本来就是一个投机风险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个投机之上也分新手和老手。那老手可能胜多输少一点，那新手一进场基本上不亏上个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他都不会长经验的嘛，对不对？那为啥面具人我判断盘面比你们准呢？因为我在这行时间长嘛，对吧？我是老手嘛，是不是？反正我说的这些就是基本情况啊，我判断的准度还是可以的。那如果有特殊的进场时机的话，我会提前的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及时的公布的。如果你不想错过一些进场的机会，或者是跟我一些早期的优质项目的机会，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些什么大师博主呀，帮交易所带单的呀，给你推荐个什么邀请码呀，来赚个几毛钱的那种博主，当他们的韭菜啊！祝你好运。85。